凯迪拉克的 CT4 已经到店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实车。其实你可以理解成 CT4 就是凯迪拉克的 ATS 的标轴版的继任车型。它和这个 CT5 的区别在于长、宽、高轴距，包括轮距、尺寸都有所缩小。所以现在 CT4 相当于是凯迪拉克家轿车家族里边尺寸最小的那么一台车。我们这一台呢是运动外观的设计 ，CT4 也采用了双外观的设计，还有一种是风扇版的设计。我们就以这一台车为例子来演示一下。和 CT5 相比，两个车的车头，你乍眼一看，第一眼看上去不一定能分辨出它们的区别，但是细节上 CT4 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特点。比如说这个头灯也采用了家族式的闪电式的头灯，它和 CT5 的区别在于竖的这道灯带它是连通的，而 CT5 的话，像竖的这道灯带中间是断开了的。车的侧面的信息量就大一些了。首先，这个后驱轿车的特征有没有发现？前悬非常的短，后悬稍微长一点，这个历来是后驱轿车给人特别舒服的这种感觉。另外这个车的长度虽然是凯迪拉克轿车家族里边最短的那台车，但实际上它还是比宝马的3系的标轴还要长那么一点，但是不多，大概就是这么多，40毫米，就4厘米这么多。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成它就是宝马的3系标轴那么大的那种块头的这种小车。好，具体到一些细节啊，我们这个是顶配的车型。所以它呢用到了18寸的这个枪灰色的轮圈的配色，并且轮胎配的是40的高宽比。其实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因为视觉上要突出这种战斗感、这种运动感，会升级成19寸的圈，然后用非常薄的胎，比如说高宽比可能就下降到35，但实际上它对运动性的提升可能并没有那么明显，甚至可能还下降，而且舒适感肯定是下降。如果是遇到那种比较破碎的路面的话，这种35高宽比的胎其实很容易鼓包的，所以这一点要注意。另外说一下这个车身的结构，它还是前后50比50，并且驾驶员的这个臀点是做到了车的中央的位置，也是突出这个运动性。电瓶放到了后备箱里边，也是把这个重量平衡的比较好。这个车的造型和 CT5 有个区别在于，同样都是溜背的这个设计，但是它比 CT5 溜的没有那么厉害。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看出一些3厢车的这种影子。至于这个车顶，因为溜的没有那么彻底啊，对这个头部空间的拓展有没有帮助？待会儿我们坐进去试一下。最后说一个配置 ，CT4 全系标配了无钥匙进入及启动，这个就真的可以实现你揣着钥匙锁车、解锁以及打火。来到车尾，首先映入眼帘的还是这个闪电式的家族的尾灯，它和前灯形成了一个呼应，都是闪电式的，并且呢，这个说明上有个说法，它是3维的照明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侧面、上边及后边，前灯就是前边、上边及侧面都能同时发光，这样子晚上看起来确实还是很漂亮的。另外一些细节的部分啊，上边有一个这个单独的小的压尾，压尾下边有一个后视摄像头在这个位置，这个和 CT5 是不一样的。另外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CT5 的牌照框是在后尾箱盖上，而 CT4 的牌照框下移到了保险杠上面，这样后尾箱盖就比较简洁。另外下边用的是双边共双出的这种排气，并且这个排气口是真的排气。现在很多这个车企用到假排气，然后真排气是向地上排的，但是如果是真的一个运动型的车的话，你肯定希望排气能够直通，在后边能看到，而不是往地上排。好，最后我们顺便看一下后备箱。其实打开以后，我们发现和 CT5 相比，它的体积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有人说呢，这个后尾箱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，其实刚才我量了一下，跟 CT5 也是区别不大，并且其实和很多轿车区别都不是太大，所以只是视觉上感觉比较高，比较难放东西。但是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开口确实不是特别大，所以它可能大件的这种物品就不好放。好，车外大概细节有这些，我们到车里看一下。和 CT4 那么运动、那么战斗的外观相比，你坐到里边，你感觉一切就变得很规矩，就有点像一个你外表看起来特别火辣的姑娘啊，但是内心还是很平静的。你坐到里边，就是让你好好的开车。比如说你坐在这个副驾驶，你可以看到前边仪表台很光洁、很简洁的，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就让你平平静静的坐或者开，就这种感觉。和 CT5 相比呢，内饰的布局结构其实是如出一辙的，所以我们就不做这种大面上的介绍，我们说一些细节的东西。它的这个角度还是倾斜于驾驶员的。另外呢，在功能性上，上边配了一个8寸的这个显示屏，下边有2排实体的按键。